中国是一个国家，还是一种文明？这是外国网友在海外最大问答网站 Quora 上的提问。在西方人眼中，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一种神秘的存在。事实上，关于中国究竟是国家还是文明的讨论，已成为历史和文化界的热门话题。它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文明起源可追溯至5000多年前的黄河流域，考古与文献证据正逐步揭开其古老历史的面纱。夏朝历史曾被认为半神话半现实，20世纪2里头遗址的发掘让我们得以一窥其真容。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玉器展现了夏代日常生活、宗教信仰，也揭示出早期国家制度雏形。这些文物的纹饰和工艺体现了中国文明萌芽阶段的高度组织化与社会分工。商朝是甲骨文和青铜器的辉煌时期，也是首个文献与考古相互佐证的王朝。殷墟发掘出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文字记录，内容涵盖祭祀、战争、农耕等，体现了商人对宇宙、自然和社会的理解。它代表着早期中国人的思想、宗教和权力观念。同时，大量的青铜器物证明当时科技与社会组织的高度发展。这些成就奠定了中国文明根基，彰显出对文化传承的重视。周朝礼制文化逐渐形成，西周分封制史、家国概念深入人心，奠定了后世政治与社会基本模式。青铜器铭文和史书记载表明，礼乐制度是周王朝治理工具，也是重要文化符号。礼不只是行为规范，更是人天地关系的象征。它将中国文明的社会结构和伦理价值固定下来，成为王朝传承的精神内核，影响至今。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见证了无数的王朝兴衰，每个王朝不仅继承了前朝的制度与文化，还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尽管政权更替频繁，但中国的文化文明却得到了延续。这种现象在世界其他文明中极为罕见，它让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不断传承和发展的文明。回顾中国历史，汉朝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并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汉朝不仅统一本土民族，还通过与匈奴、羌族等的融合与互动，扩展了中华文明的疆域和影响力。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汉朝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这条路不仅是商道，更是文化交流的纽带。汉朝的文字、货币、礼仪等体系都在沿用至今，塑造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和民族认同，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中的文明地位。接着，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和繁荣的时代，它吸引了来自亚洲、阿拉伯乃至欧洲的使节和商人。大唐盛世的多元文化包容性，使得这个时代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成为了全球文明的焦点。在唐朝长安，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并存，形成了多元共融的格局。唐朝开放的文化政策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时至明清，尽管经历了海禁和闭关锁国等政策，中国的文化自我认同感却更为巩固。明清两朝在科技、艺术、文学等方面均有显著成就，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瓷器、绘画和建筑，显示了中国对美学和生活的独特理解。尽管闭关政策曾使中国一度与世界隔绝，但这种自我认同的延续和文化成就的积累，依然使中国文明充满生命力。然而，西方有质疑声称中华文明不足5000年，怀疑夏朝存在，甚至质疑中国文明的延续性。印度人则宣称其文明比中国文明更源远流长。但我们坚信，中国文明史考证有确凿考古与多重佐证。河南仰韶村遗址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山西陶寺遗址约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等大型聚落遗址出土的陶器、纺纸、工具等，显示出定居且组织化的社会形态。陶寺遗址的天文观测台体现了较高社会组织和天文学知识，是原始文明重要标志。距今5100-4300年的良渚古城遗址也是有力证据。良渚先民进入文明社会，牛耕普遍，稻作农业发达，手工业分工精细，玉器制作高超且被权贵垄断。大规模水利和城墙建设反映出强大资源组织调动能力，社会有明显阶级分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将中华文明起点推至约5800年前，那时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更令人惊喜的是，大地湾和裴李岗遗址研究更将华夏文明史推进至8000年前，贾湖遗址研究又刷新至9000年前。研究表明，中国文明的发展并非孤立，它是多个区域文明交汇整合的结果。这种区域互动和文化整合让中华文明在形成之初便具备了广泛的地域认同，奠定了文明延续的基础。当夏朝被许多人质疑为神话王朝时，考古证据和文献记载却逐步证实夏朝并非虚构。在河南偃师的2里头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宫殿遗址、青铜器和陶器作坊，这些遗迹表明这里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早期文明。2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
在工艺和样式上与商代密切相关，是夏商文化逐渐发展演变的实物证据。从《尚书》《竹书纪年》《史记》等古籍来看，夏朝作为一个传说中的王朝，有着清晰的统治谱系和详细的历史叙述。《史记》中的夏本纪以具体君主和事件为核心，叙述了夏朝的兴衰，使后世王朝对其有强烈的历史认同感。尽管部分记载带有传说色彩，但这种文化记忆传承至今，不容忽视。此外，考古专家认为，二里头文化已被广泛认为是夏文化的考古学代表。尽管缺乏更直接的文字记载及关联性说明，但夏朝作为早期王朝的存在高度可信。对于延续不断的质疑，首先需要厘清延续的定义。尽管朝代更替、边疆民族融合和外族入侵多次发生，中华文明的核心特征，包括文字、宗教、哲学、礼制等文化元素，却始终在延续、演变和发展。其中，汉字起源至少可追溯到4000年前的商朝甲骨文，后代王朝书写和生活中一脉相承。直到今天，汉字仍然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汉字的连续使用，在全球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今人诵读先秦乃至上古时代的文学作品，这种与祖先无障碍互动的壮举，唯有中华文明可以实现。这是文明延续性的关键证据。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出的儒家思想，经过历代的不断发展，始终影响着中国的政治伦理、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儒家思想不仅在汉朝时成为国学，更在后世王朝被广泛推崇，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文化核心。即使在近代冲击下，儒家思想依然在现代中国具有影响力。此外，从周礼的奠基到封建制的确立，再到秦汉大一统的确立和延续，中华文明一直在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和社会礼仪方面保持高度连续性。这种延续在世界其他地区罕见，而中国通过朝代更替实现了核心文化的代代相传。与此同时，关于印度文明的延续性，许多印度学者和民族主义者认为古印度文明未曾中断。然而，从考古和历史记载来看，古印度文明的传承情况和中华文明存在显著差异。古印度早期的印度河文明大约公元前3300年产生，公元前1700年因雅利安人入侵而消亡，被恒河文明取代，且恒河文明并非继承印度河文明而来，二者文字、语言、文化等均无明显继承关系。正如印度考古学家如拉什德和马瑟、阿罗拉等学者所言，印度文明的主要文化基因从早期原住民转向雅利安文化，使得印度文明的传承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文化和宗教断裂。而中国文明可追溯至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明等，且一直延续至今。从时间和传承的连续性来看，中华文明更为源远流长。那么说了这么多，中国究竟是一个国家还是一种文明呢？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提供了不同视角。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明冲突论》中指出，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体。这一观点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承认了中国的独特性，并指出它在全球文明体系中扮演的独特角色。中国在应对西方挑战的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印记，这是其他文明国家难以比拟的。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中国的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关键在于它的包容性和自我更新能力。他认为，中国文明的韧性和适应性，不仅让它在历经沧桑后依旧保持强大，更让它成为一种文化自信的象征。历史学家杜赞奇在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时指出，中国国家的构建并非基于纯粹的民族概念，而是建立在悠久的文明基石之上。换句话说，中国既是国家，更是文明。这种独特的文明基础，让中国的国家构建始终带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英国学者李约瑟则从科技史的角度，认为中国的文明成就是其他文明所无法忽视的。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系统记录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中国文明并不仅仅是制度和文化的传承，它更是科技、思想、创造力的延续。综合分析来看，作为国家的中国，在政治层面上是一个具有明确领土范围、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它有完整的国家机构、宪法和法律体系等，能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在国际社会中拥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在经济层面，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具备完整的产业体系，在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各经济领域都有显著成就，且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与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经济贸易往来。在社会层面，中国拥有庞大且多元的社会结构，国家致力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事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为文明的中国，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从远古时期的华夏文明起源，历经各朝代的传承与演变，其文明从未间断，形成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在文化维度上，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涵盖语言文字、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传承千年，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塑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瑰宝璀璨夺目，传统绘画、书法、音乐等艺术形式独具魅力。在价值观维度上，中国文明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观，如仁爱、礼义、诚信、和谐等。这些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行为规范。在民族精神维度上，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在抵御外侮、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至此，答案是显而易见，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延续了5000年以上的伟大文明，二者相互交融，不可分割。正是这种绵延不绝的文明，使中国在历经风雨后，依旧能以国家的形式屹立于世界。这种文明既有对外开放的包容，也具备自我更新的活力。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始终在国家的形式下，以文明的姿态存在。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观点或见解，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下期节目我们再见。